还记得学生时代吗？班上总有两种很极端的同学，一种是超级叛逆，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背书，晚上熬夜到3更半夜，整个人就像泡在书堆里，结果一到考试，成绩却不尽理想。另一种同学看起来超轻松，上课认真听，下课就跟同学玩闹，感觉没花太多力气，却总是名列前茅。难道真的是智商差异吗？其实关键在于学习方法的不同。成绩好的同学懂得找知识间的关联，而学不好的同学往往只是死记硬背。如果你也在学习上有过这些困扰，像是明明很努力，成绩却上不去，或是觉得学习很枯燥，那今天分享的这本《如何高效学习》真的超适合你。它能让你告别无效的死记硬背，甚至会发现原来学习可以是一件这么快乐又有成就感的事。这本书的作者斯科特·杨可是大有来头，他是加拿大超级有名的学习达人，经营住世界上最大的学习类部落格之一，还写了好几本超有影响力的书。而这本《如何高效学习》更是他的代表作。最厉害的是，他只用了1年时间就自学完麻省理工学院4年的计算机课程。要知道，麻省理工可是世界顶尖名校，他不仅成为史上毕业最快的学生，还登上 TED 舞台分享学习经验，根本就是学霸界的传奇。那到底怎样才算会学习呢？其实关键就在于学习方法是用机械记忆还是整体性学习。机械记忆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死记硬背，不断重复朗诵、背诵，希望靠着无限次复习把知识塞进脑子里。但说实在的，这真的是很没效率的方法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考试前熬夜背书，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，结果一到考场，脑子突然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一出考场，那些背下来的东西好像瞬间消失，根本记不住。用个比喻来说，死记硬背就像是在一根绳子上疯狂打结，一开始打几个结确实能记住一些东西，但结打得越多，绳子就越混乱，最后反而什么都记不清楚。而正确的学习方式应该像脂肪一样，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，彼此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整体性学习跟机械记忆完全相反，他强调任何知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和各种领域的知识紧密相关。学习的过程就是把这些知识点巧妙地联系起来，理解力的联系越多，对知识的记忆就越深刻，理解也越透彻。作者在书里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，他说知识点就像是城市里的建筑物，而这些建筑物之间需要靠四通八达的道路连接起来，而且这些建筑物之间不应该只有一条路可以到达，而是路越多越好，这样城市才能顺畅运作。整体性学习就像是在修建这些道路，把各种知识有机地串联在一起。那些擅长整体性学习的人，就像是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，把所有知识点都紧密联系起来，这样不管遇到什么知识，都能轻松找到方向。书里还讲了一个超有趣的例子，主角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波尔。他小时候，老师给他一支气压计，让他测量学校建筑物的高度。老师原本希望他用气压知识计算，结果他直接把气压计从楼顶扔下，用重力加速度公式算出了高度。老师都看傻了，但他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。老师又问有没有别的方法，他竟然说可以用线绑着气压计当钟摆，通过钟摆运动计算高度。这个例子其实是想告诉我们，懂得整体性学习的人，面对问题时思维非常开阔，不会局限于某一个知识点，而是会从多个角度去思考，不仅能找到答案，还能对问题有更全面的理解。整体性学习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处理信息。作者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大致分成3类：随意信息、观点信息和过程信息。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。先说随意信息，这类信息就是各种零散的事实、数据、时间等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。比如很多人觉得历史难学，就是因为要记住大量的时间和事件，却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。那怎么处理随意信息呢？关键就是要假设它们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关系，然后尽量去创造这种逻辑。举个例子，战国七雄，很多人都记不住是哪7个国家，这时候可以记住喊赵薇去演戏这句话，它的谐音其实就是战国七雄：韩国、赵国、魏国、楚国、燕国、齐国，再加上秦国。而且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其实也是秦朝统一6国的顺序，是不是超级好记？再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哪一年，可以想象哥伦布一上岸就被当地土著绑住，吓得大喊要死救我，
所以年份就是1492年。这种关联挂钩的方法能让记忆变得又轻松又深刻。第二类是观点信息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表达某种观点或看法的信息。既然是观点，就一定会有争议，所以这类信息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。像网络上常常有人争论新能源车好还是燃油车好，这就是典型的观点之争。面对观点信息，正确的处理方式不是盲目接受或反对，也不是单纯记住这个观点，而是要多问为什么，去思考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。比如有人说人性本善，那就要问为什么；如果说人性本恶，也要问为什么。如果一个观点只有结论，却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据，那其实就是无效信息，不用花太多精力去理会。最后是过程信息，就是介绍事物操作过程或步骤的信息，像说明书、指导手册、操作指南等等都属于这类。处理过程信息很简单，就是按照步骤实际操作一遍就好。当我们学习新知识时，首先要判断这些信息属于哪一类，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。比如学历史，重点不该是死背时间和数字，而是要了解背后的人物和故事。学编程，关键也不是死记代码，而是要理解编程思维。真正擅长学习的人，不会只满足于收集信息，因为信息不等于知识。只有在信息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，它们才能变成有用的知识。在这个讯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接触到海量的信息，为什么反而越来越焦虑呢？就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碎片，没有和我们建立起真正的联系。那怎么才能有效的建立联系呢？关键就是发散思考。有个超好用的万能句式，某某也是某某，这个方法叫做类比。比如学生也是老师，意思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别人，从而成为别人的老师。大人也是孩子，说的是大人其实内心深处也有童真的一面。工作也是游戏，如果我们用玩游戏的心态去面对工作，把工作中的挑战当成游戏任务，可能会发现工作其实也很有趣。这个趋势真的超神奇，套用它能让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去理解知识，发现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，透过类比联系也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记忆联系的好处太多了，第一个好处是能搞懂事情的底层逻辑。就拿编程来说，很多人觉得难学，其实是没理解计算机处理信息的底层逻辑。用编程也是说话这个类比来思考，编程的关键不是记住代码，而是要学会用计算机能理解的语言和它沟通。掌握了这个底层逻辑，就算工作跟编程无关，也能用分解步骤的方法解决各种复杂问题。第二个好处是能让我们考虑问题更全面，具体可以透过问自己两个问题：真的吗？和然后呢？当我们钻牛角尖时，问自己真的吗？重新审视问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，再问然后呢？思考如果这件事情实现了，会有什么结果，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比如很多人渴望成功，甚至为此感到焦虑，这时不妨问自己然后呢？事业成功之后会怎样？可能会赚更多钱，客户更满意，但也可能会失去陪伴家人的时间。再问真的吗？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过着平凡的生活，这难道不算成功吗？这样一思考，思路就会更开阔。第三个好处是能激发学习的乐趣。很多人觉得学习痛苦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，但真正会学习的人，不会把学习当成获取分数的工具，而是会思考，除了考试，学这个知识对我的生活、思维有什么帮助。就像数学，很多人觉得枯燥，觉得学了除了买菜算钱没别的用，但其实数学超级神奇。比如圆周率，它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，人类已经计算到几十万亿位了，却永远算不完。如果能算尽，那就意味着空间其实是有尽头的，甚至可能暗示人类只是虚拟的存在。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理解了这些关联，就能发现学习的乐趣，让学习变成一件自发且快乐的事。最后，作者在书里还分享了5个超实用的高效学习小建议。第一，做好精力管理。人的精力有限，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不管学习多忙，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饮食。如果无法一次睡足7、8小时，也要学会利用零碎时间休息。长期熬夜学习对身体和学习效果都不好。第二，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。很多学生明明不想学，却硬撑着假装在读书。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换个思路，去寻找这门课程的乐趣。第三，绝不拖延。面对学习任务，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，尽量集中时间完成，不要拖到最后一刻。
第四，批量处理，把类似、零散的工作集中起来，固定一个时间统一处理，这样能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。第五，保持条理，如果做事总是杂乱无序，可以试着列清单，把要做的事情、要准备的东西都写下来，照住清单执行，能大大提高效率，减轻学习压力。作者在书里也说，读完这本书不是结束，而是运用新方法的开始。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同，书里的方法不一定每个都适合你，但只要愿意去实践，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高效学习法。希望大家都能透过这本书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之道，享受学习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价值，千万不要忘记动动你们的发财小手，点个赞哟。我们下期的听世界不见不散哦。